人类利用风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埃及人就知道利用纸莎草做成船与船帆，借着风力来往尼罗河两岸。这可能是人类利用风力的滥觞。在今天希腊的克里特岛，还有许多架帆板风车正在抽水灌溉农作物。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传统的风车还在运作，形成一幅美丽的乡村图画。同样是用来抽水、与海争地的荷兰，于19世纪便已经拥有了1万多架的风车，主要用于研磨谷物与排水。位于鹿特丹东南方的小孩提防风车村是名副其实的风车村，保存着许多架18世纪的风车。1997年，小孩提防风车群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即使如此，直到1973年第一次的能源危机，风力发电才有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对沿海岛屿、偏远山区、草原牧场以及电网难以达到的农村边疆，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原来人类从很久以前就已经懂得使用大自然的力量，现在人们习惯将这些来自大自然的绿色能源称为新能源，反而不那么正确呢。小时候的玩具风车，我们用嘴巴轻轻一吹，它就可以转动。但现在看看我身后巨大的风车，它们可是大了好几百倍呢，就像是巨人国里面的风车一样。不过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子的风所带来的能量，到底可以供给多少户人家的电力呢？它是不是可以解决我们国家的用电问题，或是它可不可以取代化石能源呢？Hello， 你好，想请问你知道一台像这样的风力发电机，它一年所产生的电量可以供应多少户人家使用呢？大概200-300户左右吧。哦，大概200-300户左右。对，100多嘛。100多户。对啊。那想请问你对风力发电有什么样的看法吗？就比较环保啊。对啊，真的，谢谢你。2016年，光是台中地区的发电量便足以提供8万户用电。虽然与其他发电形式相比，风力发电比较难以掌握，但无疑是产业价值极高的科技。世界大型风力发电厂主要位于中国大陆、美国、印度等国家。虽然目前对大多数国家而言，风力发电占整体供电量的比例仍然并不是很大，但也有少数国家成绩斐然。丹麦的风力发电已经占了总用电量的42%。根据2014年发布的全球23年平均风速观测研究，全球风况最好的前20处观测地，特别是桃园至云林沿海一带，由于冬季有强劲的东北季风，而且可以设置风车的地点不少，因此成为台湾发展风力发电的最佳地点。目前台湾经营风力发电厂的公司，除了国营的台湾电力公司之外，民营亦有达德能源等公司。不过，即使开发绿能，也会伴随着环境的冲击，包含噪音以及对野生动植物栖地的冲击，在考验着各国权衡的智慧。看完了古今中外美丽的风车，现在就让教授来为我们解说一下风力发电的原理吧。风力发电基本的原理就是让风对风车做功，把能量传给风车，然后呢，利用这个风车的转动发电机来发电。欣怡，你看，现在风这样吹过来，风的能量主要是动能，
那因为风把能量交给风车之后呢，它流过风车之后呢，它的能量就降低了。那所以它的流动情形就没有那么快了。对。那它把一部分能量交给风车，所以流过风车之后呢，风的能量降低，速度也降下来。但它不可能完全降为零，因为如果降为零的话，后面这个风都不动，前面还有风吹过来，那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呢？所以呢，风最多只能把59%的能量传给风车，这个59%是一个上限，这个上限称之为贝兹极限。哦，了解。如果没有风车的情形，哇，你看没有风车的话，风是很大的。对。但是呢，经过这个风车，因为风的能量交给这个风车了，所以它的这个风就变慢了，但是不会完全变成零。教授，这个仪器是做什么用的啊？这个仪器是用来测量弓角跟升力之间的关系。那我可以调整这个机翼的角度，那风呢从水平的方向吹过来，那就改变它的弓角。那这是一个杠杆一样的结构。那当这个机翼受到向上的升力的时候呢，我可以用这个铅锤来平衡这个向上的升力。那铅锤的位置呢，就可以显示这个升力的大小。我们可以看到，弓角越大，它的升力就越大。那教授，到底什么是弓角啊？弓角就是机翼的旋跟气流方向的夹角，这个叫弓角。机翼呢会收到垂直气流方向的力量，这个叫做升力。我们可以看到，弓角越大，它的升力就越大。但是呢，弓角大于临界角之后呢，它就不能顺利导引气流，产生乱流，升力就会消失。这个现象称之为失速现象。那失速的时候呢，阻力会大增。飞机、帆船还有风车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善用这样子的升力。有一句话说“一帆风顺”，意思就是扬帆起航，要顺风航行才会顺利啊。其实顺风的时候，帆船反而行驶的比较慢。当风从侧面吹过来的时候呢，调整风帆的角度，利用风帆受到的升力，帆船反而能够行驶得更快。哦，那这个跟风车到底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可以用帆船行驶的原理来解释风车的原理。如果帆船的速度很慢，或者是它是静止的，当风从这个方向吹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把这个风帆调整成这个角度，以便风帆能正常的受到升力，来推动帆船向前行驶。同样的风从这个地方吹过来，如果这个帆船已经有很大的速度在向前行驶的时候呢，对这个船帆来讲，风变得像从这个方向吹过来，所以我们必须把船帆调整成这个角度，以便还是正常的利用船帆所受的升力，来推动帆船向前行驶。你看，风帆在这个角度的时候呢，船只能以低速行驶。当风帆调到这个角度的时候呢，船才能以高速行驶。那教授，我们眼见为凭，现在就来做实验看看吧。其实现代风车不难制作，我们今天就用2种简单的方法做2具迷你的现代风车。好。奇怪的，其实刚才风并没有很大，可是风车竟然可以转得很快。这是因为这具迷你风车基本上满足现代风车的4项设计要点。
教授，可是到现在你都还没有告诉我风车跟帆船到底是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风车叶片的每一个部分呢，它的弓角在运转的时候呢，都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你看，如果风从这个方向吹过来，风车转动的时候呢，翼尖的部分速度比较快，就像快速行驶的帆船一样，所以呢，它的倾斜的角度呢比较小。使得相对来讲，风从这个方向吹过去的时候呢，它的弓角在合理范围之内。那同样情形，在翼根的部分呢，速度比较慢，就像行驶的比较慢的帆船一样，所以翼根的部分呢，倾斜的角度就比较大。所以相对来讲，风从这个方向吹过来的时候呢，在翼根的部分，它的弓角在合理范围之内。那其他的部分呢，也都有做类似的调整，它的倾斜角度。所以我们的现代风车呢，它看起来是一个奇怪的一个扭转的状况。为了使风车叶片的每一个区段都不发生失速的现象，而且弓角合理，所以整只风车叶片呢扭曲成这样一个奇怪的角度。那整只风车叶片都受到正常的升力，那这个升力呢就能够持续推动正在快速转动中的风车叶片。原来风车叶片这样的特殊形状背后都是有这些科学原理的。那教授，第二点呢？你看这边。风车叶片的翼形剖面，也就是这个翼形的横截面，要最佳化，以利于引导气流，增加升力，减少阻力，很像鸟类的翅膀哦。我觉得这样的风车就已经很完美嘞。还有第三点哦，因为风车转动的时候会改变气流的运动，为了避免叶片受到前方叶片扰动气流的影响，所以风车转得越快。风车叶片本身的面积跟它扫过面积之间的比例要降低，也就是说，风车的叶片要变得更窄，或者是风车叶片的数目要减少。风车转得越慢，风车叶片要变宽，那风车叶片的数目可以增加。那教授，该不会还有第四点吧？第四点是风车叶片正面的形状，它的影响比较不大。通常高效率的风车叶片呢，都是尖端比较窄、根部比较宽的长条形。现代风车还真是有很多学问呢。可是教授，我看那些大型风车，它们好像都转得不快哎。大型风车叶片尖端的速度也只能比风速快几倍。风车叶片越长，即使风车慢慢的转，风车叶片尖端的速度已经超过风速好几倍，所以大型的风车通常都转不快。教授，还有一点我很好奇，为什么大部分的巨型风车，它们都只是3片叶片，而不是2片或者是4片呢？这是个工程设计的平衡点，就跟刚才我们谈的一样，4片叶片的风车，它的叶片数目比较多。如果风车转快的话，它的叶片很容易受到前方叶片扰动气流的影响，而不能正常操作。所以它转动的速度呢，会比已经转得不快的3叶风车更慢。那这样的话，设计直驱式发电机或者是增速齿轮这样的工作会更为困难。如果是2片叶片，转得不够快的话，它会漏掉许多风的能量，所以它比转得更快，于是会造成更大的噪音跟乱流，在实务上反而不利。现代风车在低转速或者静止的时候，它所受到的力矩反而不大，2叶片的风车启动起来就更为迟缓了。所以综合考量各方面的因素，大家都采用3叶片的巨型风车了。教授，什么是直驱式发电机啊？因为增速齿轮箱又贵又容易故障，所以科学家就设计了用慢转速的巨型风车直接驱动就可以发电的发电机，这就叫直驱式发电机。这个也是直驱式发电机吗？对，这就是所谓的直驱式发电机。不过因为风车很小，它可以转得很快，设计直驱式发电机很简单。但是用大型的巨型风车直接驱动的慢转速直驱式发电机，设计起来就复杂得多了。
可是风还是会变化啊，一个风车发出的电力很有限，而且电量变化也很大，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别担心，科学家找出小超航办法来，找一个风力丰富的地区，设置许多风力发电机，同时发电，就能够共同产生较为稳定的电力。因为各个风车的转速不同，也不同步，所以必须先把各个风车发出不同频率的交电整流成直流电，再用直流交流转换器把直流电转换成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用的交流电。我们来看看怎么样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这是一个小型的桥式整流器，它就能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心仪这个很简单的装置呢，就能够把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这个叫做桥式整流。你看这里有4个二极体，这个二极体会只限制电流在某个方向流动。那你看到这边是2个电极，把这个小型风力发电机发出来的交流电呢接到这里来。那因为经过这4个二极体限制它流动的方向，在这边始终是正极，这边始终是负极，所以这个交流电呢就变成直流电了。这些就是目前风能技术的相关原理。虽然风力发电已经是成熟的技术，不过它仍在发展当中，将来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是台中的高美湿地，除了湿地生态之外，还可以看到我身后成排的风车，这里就是知名的台中风力发电站。今天访问到临近高美湿地的台中再生能源处，现在就请工程师来和我们聊聊风力发电吧。心怡您好，你好。您现在所看到的跟高美湿地一样，都是水平轴式升力的风机。是。我们现在先看模型，等一下到现场会更有概念。好。风机主要分为5个结构：机桩、塔架、机舱、轮毂与叶片。是。而其中机舱里面又有包含迎风转向系统、增速齿轮箱与发电机。是。风力发电的原理就是透过风力带动风机叶片转动，风机再透过齿轮箱提高转速，进而带动发电机发电。当然也有直接轮毂驱动发电机形式的风机。发电机所发出来的电，经由稳定电压、频率与波形之后，会经过升压变压器提高电压，之后经由电气式的汇流盘并入电网，供应电力。了解。风带动风机这样子慢慢的转一转，它能够供给多少电力呢？因为空气的密度并不高，所以风的能量密度其实很低。是。因此大功率的风机尺寸都相当的巨大，而巨大的风机看起来虽然转得不快，但事实上它已经在全力发电了。哦。以台中市所有风机为例，每年发电量可达2亿9千万度，可提供8万户家庭所使用，总发电量可满足大安、大甲、清水等3个海线行政区。哇，我都还不知道，原来台湾在风力发电方面呢，真的是进展神速呢。所以这是尚未启用的风机叶片，等它被吊上去之后，至少20年不会在地上看到它了呢。那这么大的叶片，想必它一定有比小叶片更多复杂的设计，对吧？这是避雷导线，在吊挂叶片时必须注意它的重心，是，以及这个是防止它积水用的排水孔。在陆地上设置风电有方便的地方，但也有所限制。因为海上的风力更为充沛，所以现在台湾正打算大力投入离岸风电。对啊，有听说已经开始着手进行了。因为前阵子能源局有宣布了这个开发商的名单嘛。
是的，政府最近提出了110年至114年完工，而且并联到供电系统的风力发电场域开发计划。为了争取这项计划，总共有9个团队、18个场域，总共1060万千瓦的发电量，来竞逐550万千瓦的开发计划。哇，看来台湾正卯足全力来进行风力发电了呢。台电已经参与，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厂家也都积极的参与。因为就是台湾这块独特的风力发电资源，这会是一场风力发电的飨宴。真的非常期待有朝一日我们可以更为充分并且可靠的使用这些绿色能源。科学家们发现，高空的风力既强劲又稳定，更适合发电。将风力发电机与风车放在一个甜甜圈般的氦气球中，漂浮在高空运转发电。这是截取高空风能的创新方法之一呢。生活充满科学，科学实践生活。急如风，徐如林。在兵法中，风象征一种隐而未发的威势，而在科学上，风的确也蕴含着无尽的能量。现代的风力发电已是成熟的绿能科技，而台湾资源得天独厚，又决心开发绿色能源。相信在如此风云际会、众志成城的蓬勃朝气之下，盼望能为后代保留一方鸟语花香、风和日丽的美丽净土。超理想进化论为你串起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科学方程式。我们下次再见喽！